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要散播爱，让任何人离开时都能更加快乐。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是最可怕的贫穷。爱从照顾最亲近的人，家里的人开始。和平从微笑开始。我们需要找到上帝，而在喧闹和躁动中是找不到上帝的。上帝是沉默的朋友。看看大自然，树木、花朵、小草是如何在寂静中生长的，看看星星、月亮和太阳，它们是如何在寂静中移动的。我们需要沉默才能触及灵魂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大事，但我们可以用大爱做小事。我不确定天堂到底是什么样的，但我知道，当我们死后，到了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，他不会问你这一生做了多少好事，而是会问你在所做的事情中投入了多少爱。如果你评断别人，你就没有时间去爱他们。昨天已经过去，明天尚未到来，我们只有今天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。如果你不能养活100个人，那就只养活一个。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一个简单的微笑能带来多大的好处。每一次你对别人微笑，都是爱的行动，是给那个人的礼物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不要以为爱必须非同寻常才是真爱，我们需要的是不厌其烦地去爱，忠于小事，因为你的力量就在于小事。我一个人无法改变世界，但我可以向水中投下一颗石子，激起许多涟漪。上帝不要求我们成功，他只要求你尝试。让每一个接近你的人都能感到更好、更快乐，成为上帝仁慈的鲜活表现。你的脸上有仁慈，你的眼中有仁慈，你的微笑中有仁慈。你能为促进世界和平做些什么？回家去爱你的家人。不在于我们给予多少，而是我们付出多少爱。我们有时认为贫穷只是饥饿、赤裸和无家可归，然而被忽视、不被爱和不被关心的贫穷才是最严重的贫穷。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家庭开始解决这种贫穷。爱是一种永远当季的果实，人人都能触手可及。如果我们没有和平，那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属于彼此。在小事上要忠诚，因为你的力量在小事上。快乐是祈祷，快乐是力量，快乐是爱，快乐是一张爱的网，你可以用它来捕捉灵魂。善意的言语可以简短易懂，但其回响却是无穷无尽。我发现了一个吊诡，如果你爱到受伤，就不会再有伤害，只会有更多的爱。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所做的只是沧海一粟，但大海会因为少了这一滴水而变得更渺小。让我们永远以微笑相见，因为微笑是爱的开始。爱从家庭开始，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，而在于我们在行动中投入了多少爱。对爱的渴望比对面包的渴望更难消除。深爱不计较得失，只是无私的付出。如果你想让人们听到爱的信息，就必须把它传递出去。为了让灯继续燃烧，我们必须不断地给它加油。最大的疾病之一是成为任何人眼中的无名小卒。有些人之所以能过上好日子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他们一定为此付出了努力。我只有在看到浪费时才会感到愤怒，当我看到人们丢掉我们可以使用的东西时，我会感到愤怒。我们的贫穷生活和工作本身一样必要，只有到了天堂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欠穷人多少，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好地爱上帝。那些没有传达基督之光的言语只会加深黑暗。奇迹不在于我们从事这项工作，
而是我们乐于从事这项工作。我希望你们能注意自己的隔壁邻居。你了解你的隔壁邻居吗？许多人把我们的工作误认为是我们的天职，我们的天职是耶稣的爱。每个人都是乔装的耶稣。总有一种危险，我们可能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这就是尊重、爱和奉献的意义所在。我们是为了上帝、为了基督而工作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尽量把工作做得漂亮。永远不要比你的守护天使飞得更快。活得简单，别人才能活得简单。祷告不是祈求，祷告是把自己交到上帝的手中，听从他的安排，聆听他在我们心灵深处的声音。我是写作之神手中的一支小铅笔，他正在向世界发送一封情书。如果你谦卑，没有什么能触动你，无论是赞美还是羞辱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什么。我可以做你做不到的事，你也可以做我做不到的事，我们可以一起做伟大的事。我努力把富人用钱换来的东西，用爱送给穷人。不，我不会为了1000英镑去碰一个麻风病人，但为了上帝的爱，我心甘情愿地为他治病。即使是富人也渴望爱，渴望被关心，渴望被需要，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。让我们越来越坚持筹集爱、仁慈、理解与和平的资金。如果我们先寻求天国，钱就会来，其余的都会给我们。不被人需要，不被爱，不被关心，被遗忘，我认为这是比没有饭吃的人更大的饥饿，更大的贫穷。当今最大的疾病不是麻风病或肺结核，而是不被需要的感觉。让我们不要只满足于给钱，钱是不够的，钱可以得到，但他们需要你们用心去爱他们。因此，请将你们的爱传递到所到之处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